哈斯梦露，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4月最爱。那我前天才讲到说什么已经到5月了，4月已经过完了，然后一转眼间再过几天，2018年就要过一半了。我不是才刚从香港跨完年回来嘛，的时间过那么快，真是有点可怕。那整个4月的话，算是过得还蛮充实，因为工作比较忙碌一点。那再来就是也有抽空去韩国吃东西、买东西，稍微舒压一下。我还蛮喜欢这种在忙碌之余又可以稍微偷闲的感觉，所以4月份我算是过得还蛮充实又开心的。那4月最爱的话呢，一样有彩妆，还有最近新入手的一些很喜欢的小配件。好，那不啰嗦，我们现在马上来分享第一样最爱吧。首先是科润的润净保湿防晒乳，它的防晒系数有 SPF 50+、PA3+。这瓶防晒应该是我近期最喜欢使用的一瓶防晒。那其实我用它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从之前你们看到台中 Vlog 之前，我就开始在使用。那我会喜欢它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防晒效果还蛮明显的。我会发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去台中玩的时候，在整理行李，就想说可不可以带一瓶脸跟身体都可以用的防晒，那我就带着这罐。那当时台中的天气其实还蛮热的，2天都有大太阳，所以等于是一直在晒太阳的情况下，那脸部的话我就使用这个做防晒嘛，那身体露出来部位当然也是。那这样2天下来，我发现我的肤色没有什么晒黑，因为我是一个只要不好好做防晒，我的身体好像那种感光体质还蛮明显的，就不好好做防晒就会黑得很快，所以我就发现我那2天下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变黑。那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一直都还蛮频繁在使用这瓶防晒的。那一直到最近，我就发现我在上粉底的时候，尤其是去年这个时候使用的粉底，那种粉底跟原本肤色之间的明暗落差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觉，所以肤色是有稍微变白的。所以我觉得这瓶它的防晒效果真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再来，它是物理性的防晒，所以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一点的话，使用这种物理性的防晒也比较不会去刺激皮肤。它使用前需要先摇一摇，然后呢，它是这种白色的质地，稍微推开来之后，它的质地其实还蛮水润的。像这样推开来后，它不会有太严重的泛白感。所以我才会连脸都用这瓶做防晒的打底，然后它质地还蛮保湿的，摸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水水的，所以不会让皮肤觉得很干的感觉。它的物理性防晒就还蛮适合肤质比较敏感的人来使用。为什么？因为物理性防晒它比较不会像化学性防晒有渗入到皮肤去影响肤质状态的问题。物理性防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你在大热天穿着薄长袖防晒或是撑伞防晒，它直接把阳光跟紫外线这样子反射出去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有吸收跟渗入的问题，相对的也比较不会去引发一些皮肤刺激跟敏感的问题。所以这瓶整体使用下来，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除了防晒效果感受到之外，再就是皮肤有没有产生一些不舒服的现象。那如果说你也是肤质比较敏感，想要再开价找一瓶物理性的防晒的话，也许可以参考看看这瓶。第二样最爱是 YSL 的超模聚焦迷彩笔，这迷彩笔其实已经红很久，那我一直到最近才体会到它的美好。它的美好在于它可以帮助你的底妆提亮，又稍微增加一点遮瑕，之余又不会让你的底妆变得很厚重，尤其是提亮眼下倒三角形这个地方，它提亮效果真是很棒。那同时间可以让你的底妆那种遮瑕度又更完整的感觉，但是它的遮瑕又不会让你的底妆变得很厚重，所以我蛮喜欢那种清透提亮的感觉。那它是这种笔状式的设计。我现在手上这是新包装的版本，这应该是之前的包装了，它后来有换一些包装。然后打开盖子之后，前面有一个细细的刷头，你要透过按压，它迷彩笔的质地才会慢慢的补充。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那它是这种液态的质地，其实还蛮水的，不会很显干，轻轻的补在你想要提亮的地方就可以了。它这个质地我觉得还蛮讨喜的，因为我现在妆还蛮完整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补，我补看看。那个地方，这里，到这里，就眼下倒三角形这个区块，然后再来呢，我会利用美妆蛋再把它们拍开来，那你眼下这一块的亮度就会提升，但是它的提亮效果不会很不自然，它是可以很融入你本身的底妆上面的，像这个样子，有没有发现这块就变亮了？然后这边是还没有使用，应该看得出来差别吧？而且它提亮的效果是很清透的那种提亮感，像这个样子，眼下这一块整个都变亮，然后蓬度也稍微增加。而且你会发现，使用过迷彩笔的这块遮瑕度也会比只使用底妆这边稍微来得好一点点。很明显这一块就是明亮很多，对不对？使用前使用后，我们使用前有没有底妆会变得更完整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我想用一些比较清透的底妆，但是又不想用太多遮瑕膏去掩盖掉那种清透的感觉，我就搭配使用这个迷彩笔来做提亮，顺便增加一点遮瑕。那整个使用下来，它不仅可以保留整个底妆的清透感，还可以帮助你的底妆增加提亮的效果。所以整个使用下来感受，我意外的还蛮喜欢。因为它之前很红的时候，我就想说它在红什么，我也没有想说要去尝试看看。但最近把它打开来使用，才发现说，它真的是还蛮好用的。再来是倩碧的小花腮红，色号是17号 Black Honey Pop。继去年的土色小花和无花果小花之后，今年一定要收的就是这颗17号 Black Honey Pop。它的色号呢，颜色有点红棕的感觉，也是现在还蛮流行的颜色。那这个颜色啊，乍看之下有一点点深，但其实它刷起来的颜色那种发色度是很自然的。然后小花腮红它的优点就是它粉质都压得很紧实，不会有那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在这里给你们看，你看它颜色也很衬肤色，是一个很显白的颜色，然后擦起来的效果是有点像血色那种泛红感，我觉得颜色其实还蛮实用的。那这个颜色呢，跟我在之前某一个最爱里面分享的某一个腮红很像，我现在拿出来刷色比较给你们看，是之前分享过的 Make Up Forever 的 S400这个色号。你看它们颜色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但相对起来的话呢，倩碧小花腮红的发色度会比较自然一点，然后 Make Up Forever 的它的颜色会比较浓郁一点。我刷色给你们看好了。刚刚这边是倩碧的17号小花腮红，那再来呢，我要刷 Make Up Forever 的 S400。你看它的发色明显浓郁很多，但它们的颜色都是那种比较血色的感，有点红棕的感觉，我觉得都是很漂亮、很衬肤色的颜色。其实我刚刚也是使用这个17号小花腮红画的，但是被迷彩笔盖掉了，所以我现在刚好可以补一点腮红给你们看。我有刷比较多，然后呢，你看，它的颜色其实算是还蛮清透的，很像从你皮肤底层发出来的那种血色感。很漂亮哦，这个颜色就是一种恋爱的感觉啊，对不对？然后粉质也是很细致的，是还蛮贴合皮肤的那种粉质，不会有很明显的颗粒感，所以整个使用下来的感受还有粉质跟它的发色度，我都很喜欢。这个颜色，我刚刚发出美环声音。好，让你们看一下对比，这边是有加重使用17号的小花腮红，那这边是原本的样子。看一下，看得出对比对不对？但是它的妆感又不会让人家觉得你的腮红很不自然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倩碧的小花腮红是一个很容易上手又不太容易失手的腮红选项。你看颜色真的好美哦，远看也是很清透的泛红感，而且它不会有很明显的界限，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还蛮容易晕染，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的腮红。那再就是这个颜色，它真的还蛮白的啊，像我今天就是搭一些比较偏橘的或是偏红的唇膏，它都可以驾驭。那有时候画一些日常妆，颜色比较淡一点，我觉得它也很适合。所以这个它的颜色真的很美，再来就是很实用，真的很喜欢，分享给你们。再来是 Clio 的雾面唇露，色号是02 Mocha Chip。这支雾面唇露其实我本来是想要等到韩国战利品开箱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但我真的太喜欢了，迫不及待在4月里面先跟你们分享。像你们看到的包装，它是一个同色系的雾面包装。其实还蛮有质感的，摸起来是滑滑的，不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打开之后，它的刷头就跟一般的唇露还有唇蜜刷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我一样先刷色让你们看。我买的这个2号啊，它是一个偏橘棕带一点铁锈的感觉，也是一个很显白漂亮的颜色。那它的质地呢是偏保湿的，摸起来的滑顺度手感也很好。这整个发色是很浓郁的，这个颜色真的很衬肤色。我今天嘴唇也是使用这个颜色，但稍微有一点掉色，所以我直接补给你们看。我的话呢，我会像这样子稍微点在内唇瓣，然后抿一抿，再利用指腹把边界给晕开来。这样子稍微利用指腹把唇线往外晕，因为我本身嘴唇还蛮薄的关系，所以我利用这个手法让唇线往外延展一点，这样就可以让我的嘴唇看起来稍微丰满一点点。像这样，它的颜色真的还蛮漂亮的。你看，也是一个很显白的颜色，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百搭。那这支雾面唇露啊，它刚擦上去的质地还蛮保湿水润的，但是它的质地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干掉，等它完全干掉之后就变成一个全雾面的状态。但是它的质地我觉得整体而言是还蛮轻盈的，它不会让你的嘴唇觉得很干或是有很明显的负担感。整个使用下来感受，我觉得不会带给你的嘴唇太明显的负担。但这样稍微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光泽就会慢慢降低，变成一种比较丝雾的感觉。我觉得它的妆感其实还蛮有质感的。
然后呢，它是会转印的哦，示范给你们看。你看它会转印一点点，但整体而言持色度是还不错的状态，应该都还有维持在8、9成吧，所以还有一定的持色度。那我会喜欢它的原因啊，除了它的颜色漂亮之外，再来就是它这个质地啊，我觉得用来做晕染非常非常适合。因为你刚擦上去的时候哦，它是比较湿一点那种质地，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利用你的指腹把它们晕开来，像这样子，就可以创造一种糊唇妆或是比较糊唇线的感觉。它质地我觉得还蛮容易操控，那也可以让妆感比较多变一点点。但这支我不确定台湾上市了没，但我觉得台湾之后应该也会上市吧，但不确定什么时候。所以如果你们也喜欢这种雾面纯露的话，最近刚好在韩国，或者是刚好有朋友要去韩国的话，也可以请他们注意看看2号这个颜色真的极美，很美。刚有点忘了补充，它稍微会有点染唇哦，所以卸妆的话要记得多花点时间，慢慢的卸妆。再来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配件，以及最近喜欢吃的小东西啦。首先呢，要分享就是 Beats 的耳机，因为今年换了新手机嘛，那我发现 iPhone 8底下没有耳机孔了，所以我当时其实是有点惊慌，说怎么会？除了镜头的位置不一样之外，连耳机孔都不见了，所以我后来就买了一个新的耳机，不然我之前用的那个 Studio 耳机其实用了好几年都没有换。最近呢，就去买了这个 Beats 的耳机，它的壳是这种软胶的材质，但我不喜欢这个材质，让你们先看一下，很明显的沾满了一大堆指纹，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材质，但是它的保护性还蛮好的。然后上面有个开口，里面就可以装耳机。那我买的耳机呢是香槟金色的，我是在法雅克买的，所以在法雅克或是 Apple 的官网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这个香槟金色，勾住了，就这个香槟金色。我觉得还蛮耐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土豪金，像我手表就是土豪金，但它这个香槟金色是稍微带粉一点的金色，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还蛮小清新的。耳机上面有2个金色的小 logo， 我觉得整个配色看起来还蛮清新有质感的。然后它的材质是那种雾面的材质，这个耳机我目前使用下来还蛮喜欢的，因为我换了这个洛杉矶的壳。那我买完这个耳机之后，我发现它们的颜色是一组的，你看多疗愈啊，这个配色。那音质的部分呢，我觉得它这个耳机啊，隔绝外面声音的效果还蛮好的，因为它这个整个耳塞的包覆性还蛮好的。然后呢，我现在听的这首歌是这个 Tiffany 推荐的，歌名我会写在这边，这首歌很好听。我觉得好一点的耳机，好一点的耳机真的有差，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耳机买100-200块就好，为什么要买到2、3千块？甚至有些人会投资更贵的耳机。但我觉得，当你用过稍微好一点的耳机，你就会发现明显的不同，而且你就回不去一般的耳机了。我说真的，因为稍微好一点的耳机，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一些音乐的细节，还有可能歌手在唱歌的换气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那种清晰的感觉是真的有差的，所以我个人还蛮愿意投资在耳机上面的。所以这副耳机从外形的质感和一些细节以及它的音质，我都还蛮喜欢的。唯一一点不喜欢的就是它这个保护套，它这个保护套真是我很不喜欢。你看我才买没多久而已，上面就印满一大堆指纹，看起来好像用过很久很脏的样子。这个保护套真是这个不行，但耳机本身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再来就是吃货的时间啦！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就是 Nutella 的榛果可可酱。其实我已经有好一阵子都没有特别喜欢巧克力，就可能年纪大了，你们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了，从胖胖酥之后，我又开始对巧克力重拾那种热情，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以前还很喜欢吃什么巧克力的东西，后来就想到这个神好吃，它早餐搭配吐司，或是你要沾一些营养口粮，还是苏打饼干都很好吃。那它是榛果可可酱，所以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巧克力酱更多了一份坚果的香气，所以我觉得那个香味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我是在 Seven 买的，那在 Seven 它有贩售迷你罐以及这种正常的罐头。那像我这么爱吃的人，我当然是直接买这个一大罐回来放，因为早餐的话我还蛮喜欢吃面包，所以我通常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会直接用吐司蘸这个巧克力酱。那我最近发现呢，它用来蘸这个海泰的牛奶饼干也很好吃哎。你要吃了，因为我最近啊，就是有点变胖，我现在体重是48公斤，我胖了2公斤，但是很吃亏的就是我胖，我会先胖脸，所以当我每次在拍影片的时候，就只有脸露给你们看嘛，所以变胖就会很明显。我想现在应该已经很多人发现我有变胖，所以最近有稍微在克制饮食的部分。饼干的话，我就吃2片就好了。好，那我稍微蘸一下这个酱，你看这个酱很欠吃，对不对？然后稍微沾一点点在这个海泰的牛奶饼干上面，
像这样子。好，超好吃，真的超好吃。如果你们喜欢吃海苔牛奶饼干，也喜欢吃这个的话，务必把它们加在一起尝试看看。我嘴巴是不是沾到巧克力酱？天哪，神好吃哎！变胖不是没有原因，看看我双下巴，我吃一片就好了。像这样，哦，天啊，这个巧克力酱真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我要赶快把它收起来，这个太恐怖了。因为海苔饼干它本身牛奶香气很重，那再就是它口感是很酥的，所以当它跟这个榛果可可酱搭配在一起的时候，牛奶跟榛果可可的味道搭配在一起就是人间美味，真的很好吃。如果你们很喜欢吃巧克力酱的话，这个务必要尝试看看，神美味。那它在一般的超市跟 Seven 都可以买得到，我是在 Seven 买的，很好吃，这个很好吃。最后要分享的就是午后的红茶，无糖红茶。因为最近在控制饮食嘛，所以除了少摄取甜食之外呢，像刚刚饼干我就只有吃1块，就真的只有1块，减肥好辛苦哦。那再就是含糖饮料也尽量少喝，就是多喝水。还有，如果真的很想喝饮料的话，就尽量喝无糖饮料。所以最近很喜欢喝的无糖饮料是这个，它是无糖的红茶。如果你们喜欢喝午后的红茶，那如果你也很喜欢喝无糖茶的话，务必要试试这个，它真的很香，而且我觉得它比有糖的那个红茶还有耐喝，但它的茶色是很淡的，所以如果你不太习惯喝浓茶的话，我觉得午后的红茶应该还蛮适合习惯喝淡茶的人来喝。然后我现在刚吃完甜食嘛，所以配无糖茶刚刚好。它就是一个很清香的红茶味，因为通常红茶都会给人家比较浓郁，甚至有一点涩的感觉，但是这个午后的红茶，它的茶是很清香的感觉，喝起来会有点回甘，所以我觉得红茶也可以做到这么清爽的味道，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再喝一口，这真的很耐喝，而且它是无糖的，所以你在喝的时候比较不会觉得有负担。让我打个嗝。因为含糖饮料，你喝下的每一口都是热量。那如果说你又很爱喝珍珠奶茶或是奶茶那些东西，除了热量，还有脂肪跟一些多出来的热量，所以你喝下的每一口都是让你变胖的原因。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做饮食控制的话，但是又忍不住嘴馋，想要喝一些饮料，我觉得像这种无糖红茶或是无糖的茶类是一个还蛮好的选择。这个午后的红茶，无糖红茶应该是我近期去超商最喜欢买的饮料之一，分享给你们，真的好好喝哦！我要再去买2瓶回家放。以上就是4月最爱的部分啦，别忘了资讯我都整理在资讯栏。那接下来就是5月了嘛，应该是说现在已经是5月了，就希望大家5月也可以过得非常非常充实。那我们就下个月的最爱再见啦！如果喜欢今天影片，别忘了帮我评个喜欢，然后订阅我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